我很喜欢收藏啊。我老婆讲收藏这个好过收藏女人啊。这个壶叫西施壶，12种泥，12种颜色。玩壶要有量力而为啊，对吧？就是啊，不要玩物丧志啊，这个会上瘾的，这个真的会上瘾。玩这个紫砂壶会上瘾的。我玩壶玩了几十万，所以买了几百个壶啊，又不能吃，又不能喝，所以就壶是拿来用的啦啊，就不要去玩到太过火，所以我就不卖壶啊，我不卖壶是因为怕你们等一下玩过龙，因为会一直追啊，一直追的，在马来西亚没有这么拉酷，所以就不要太过投入去玩紫砂，紫砂只是当成一个器皿来泡茶就好了 ，OK。这个看啊，它的光泽啊，看啊，这个是6000块 ，OK， 它的纯料我们来研究一下。你看我都不舍得用，所以买来也没有用，放在那边，整天来欣赏，都不能拿来用，不舍得用啊，6000块平plank一下，好像这个30年的一个绿泥啊，放在我的这个茶桌上都会给你用，到工料，我整个壶把不见掉 ，OK 啊，这个比较贵重的一个啊。贵重在它花了我很多时间去找这个壶，你看它的包装。那么市场上不要去追壶啊，千万不要去追壶啊，会追到走火入魔的。OK， 啊，给大家看一下。OK， 这个叫厂壶，应该有40年以上了，40-50年应该有了这些壶。那么市场上是有很多仿壶卖1800块、1600块，因为新的壶没有那么纯啊，没有纯料，没有那么好啊。你看啊，我这个叫紫泥 ，OK， 这个叫紫泥。你看光泽是完全不一样的，因为那个年代我们中国朋友比较穷，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多资源来做假壶 ，OK， 这些都是工厂做出来的。所以你看它的，这是紫色的，这个是紫泥 ，OK 啊，这是绿泥。你看光泽不一样啊，它的光泽很美的。很少会拿这个壶出来分享，很少，也不多人收藏到这个 ，OK， 记得不要玩壶玩到过龙，OK， 好像我这样玩了几十万就不好玩 ，OK， 啊，这个是缎泥的一种 ，OK， 这个是清水泥，清水泥，看光泽不一样，看到吗？它光而不亮了 ，OK， 这个是紫泥的一种，比较深的，看，这个壶叫西施壶。做这一把壶，它有一个方法来做的，怎么呢？他们是这样子来做的，这样子做的 ，OK， 这样子做的。很多人都奇怪这个为什么叫做西施壶啊？西施壶，如果这样子看，我是上网找的啦，它看起来像什么？像奶头对吗？所以他们讲是为什么叫西施壶，是因为这样子看很像西施的奶啊。不是我讲的，上网讲的 ，OK， 这个叫西施壶啊，这个另外一种缎泥，早天我们一个一个分解给大家不同的泥，它总共有12种泥 ，OK， 12种泥，12种颜色，所以它叫一条龙，这个叫小龙 ，OK， 我们先把它收回去先啊，这个比稍微珍贵一点，因为外面很多假的很多啊，这个假的很多。这个壶够大了，你看小巫见大巫，这个是值钱的，泥非常的好 ，OK， 很大的壶啊，真正要投资的啦，我们选择这种大壶，这种大壶一个是好几千块，最少到几万块啊。一般玩投资壶的人呢 ，OK 啊，他们都是用这个的。那么分辨假真壶 ，OK， 要看，要摸，要转 ，OK， 要转，要听，要试水。等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步骤跟大家解释。哎呀，这个更大，哎呀，这个壶更大，这个整个钢蹦人喝可以啊。这个，不过这个就没有，这不是很值钱啦。不过你买要好几百块啦。它不是陶瓷的啦，它是陶泥做的 ，OK 啊，这个是完全不用弹手工了，这纯粹就是玩而已啊，玩而已。很大啊，这个够大，这个更大。你要小的，还有小到2毛钱这么小的也有啊，那个是纯手工的，很难做的。
因为越小越难做，越大越容易做。OK， 紫砂里面有紫泥、有红泥、有缎泥。你看啊，你看，其实你看得出的啦，一看就知道它是这个是紫泥，看到？你看它的光泽，有看到吗？它的光泽。OK， 然后我们拿一个300块的来看一下。OK， 300块 ，OK， 这300块啊 ，OK， 这个是6000块啊 ，OK， 看到吗？有看到它的差别吗 ？OK， 手工 ，OK， 手工，你看啊，我们看它的手工 ，OK， 你看到很粗糙，手工 ，OK， 比较粗糙啊，你看啊，它这个不够细腻啊。你看在壶底的时候啊，看壶底啊 ，OK， 如果你看它是全部是这样子的鹿纹啊。这样子的鹿纹呢，这个都是模具壶啊，模具壶还好啊，模具壶有真正的紫砂的。我们最怕的是用到化学泥啊，化学泥。然后我们就讲磨的时候呢，啊，磨的时候你磨得出来的 ，OK， 紫砂的手感呢，这个比较境界会比较高一点。紫砂你摸到就好像一个2、3岁的，你摸到它的这个表面哦，好像摸到3岁小孩子的皮肤的感觉，滑滑嫩嫩的。OK， 这紫砂。OK， 如果你是讲300块的 ，OK， 300块的，200、300块的，你摸到它也是滑，不，听到声音吗？它就没有那么多油的感觉，啊，它还是滑。啊，这个可能是比较粗一点，比较粗糙。那么我们转，听啊 ，OK， 啊，听到吗？这个我们打开转一下，这6000块，对，这个洗红间的嘛，洗红间。小心打破。OK， 我们再看它的手工啊，它的手工是非常非常的美。OK， 它叫洗红间啊，它叫洗红间啊，洗红间。OK， 那么这个人呢，他当时跟他买的时候是8年前，跟他买的是国家级工艺美术师，高级技师。哇，这个不简单，哇，国家级。等级就分成10种，那么第一种呢？第一个最低的是陶艺艺人，陶艺艺人呢，可能他就做出这种了，这种壶了，这种比较不值钱的了。上来就工艺美术员，地方的 ，OK。第8，工艺美术员，国家的。第7，助理工艺美术师，地方的。第6，助理工艺美术师，国家级的。第5，工艺美术师，地方的。地方就是讲它的省啊，比如说你是在广州啦，或者是这种地方的工艺美术师。在第4，国家型的工艺美术师。再上第3级，高级工艺美术师，地方的。高级工艺美术师，国家的。OK， 那么再上来就够力了啊！王宇仙这种 level 的叫做研究员及高级工艺美术师。我们讲了转嘛，还有听 ，OK， 听是怎样听呢 ？OK， 听就是当然你每次看壶的时候，不要去敲人家的壶哦，那你砰一下敲掉那个人家脚。听到它声音吗？看这个啊。差别大啊，差别很大对吗？差别非常非常的大 ，OK 啊，所以6000的，这个是300的，你不要去玩到太投入，你玩到太投入啊，真的会花很多钱的啊。玩紫砂壶，而且你要把它变卖成现金啊，没有那么简单。好像比如说你这个你买6000块，你突然间欠钱用的时候啊，没有人给你买了。这个马来西亚没有那么多的这个紫砂，
玩紫砂的人呢，比喝茶的人少很多。还有一些人就玩瓷器，瓷器还比较多，瓷器，可是瓷器的水很深啊，瓷器的水很深，因为瓷器的历史有好多千年。紫砂壶的时候呢，大概是600年的宋朝才开始的啊。早一天我们讲一下紫砂壶的这个历史。那么紫砂壶它的紫砂呢是在王龙山的，在8年前的时候呢，他讲他的山呢挖到15年就没有了，所以你减掉8年就剩下7年。那么他们每一个工艺师他们手上都会有一点泥的，所以我们估计他这10年过后呢，基本上10年到15年呢，紫砂就基本上是没有了，除非他挖到另外一个矿，可是你挖到的矿呢就不是王龙山的，它的那个品质就没那么好。 OK。